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美和科技大学食品营养系周俊波老师。好，今天很高兴要跟大家介绍的课程是我们食品危害分析与综合管制点7大原则中的建立 CCP 点失控时所应该采取的矫正措施。好，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到什么叫 HACCP？ 好 ，HACCP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食品危害分析与综合管制点。所以呢，它的一个架构里面分成了危害分析与综合管制点。那我们首先来看到什么是危害分析。好，那就是我们制程中的危害，所以这些危害有哪一些？危害的项目跟种类是什么？那它又会发生在制程中的哪里，以及如何控制它？所以呢，我们给它另外一个名称叫风险的评估。好，风险的评估。接下来呢是重要管制点。好，重要管制点，重要管制点就是制程中的某一个步骤，我们加以控制，让危害降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所以简单讲，它就是风险的管理。好，风险的管理。好，那7个原则或是 HACCP 的7个步骤，有这2种说法都没有关系，但是你要知道是哪7个。好，第一个步骤呢是进行危害分析，好，进行危害分析。第二个步骤呢是建立重要管制点。第3个是针对这个重要管制点，你建立了它的管制界限。第4个呢是建立 CCP 点的一个监测的系统，有计划的监测。那有计划的监测，监测的时候制程中就有可能有失控的时候，所以第5个步骤呢，就是建立 CCP 点失控的时候，你要采取的矫正措施，让 CCP 点重回你的控制之下，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课程。第6个步骤呢是确认，确认什么事？确认你的 HACCP 系统是有效执行的。第7个，留下文件以及相关的记录。那我们接下来就进行后面的课程。这边有一个范例，是有一道餐点，它没有加热步骤的一个餐点。好，我们用这个范例，好，所以它的一个步骤呢，可能是这样子，加工过程可能这样子。原料的验收、储存、制备、冷存，注意到是冷存，所以可能是放在冷冻或冷藏之后提供给大家做使用。像这一方面的产品，例如说三明治或是水果沙拉这种没有加热的步骤，那或是呢像这样子呢，就是经过处理之后成型，提供给大家使用的一个产品。好，那它如果失控的时候，我要怎么办？好，我们先回到前面的一个概念 ，HACCP 它只管食品的安全，它不管它的一个营养。不管它的美味、色香味这些，它都不管，它只管安全。所以当失控的时候，这个产品很简单，它就是不安全的产品，可能有危害，对消费者可能会造成有安全上的危害。所以呢，这时候这个产品怎么办？好，先做一件事叫做隔离，好，留置，就是把它隔离开来，然后呢放在固定的地方，或者做个标示，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产品是不安全的。你要防止我们的一个其他的工作人员把它误用提供给消费者，所以先隔离开来，这个观念很重要，好，很重要。那接下来呢，你要采取其他的措施，好，当我们矫正的时候，很简单的2件事，就是一个是失控的产品你要处理，一个是失控的一个原因你要矫正，防止再发生。那我们知道产品它是不安全的产品之后，我们隔离留置完，你可能会做其他的做法。第一个呢，你可能转向其他的用途。好，转向其他的用途，例如说，我不能当食品了，那我当肥料、当饲料行不行？好，这个要评估。第2个，我只是加热的步骤没有做好，假设像这样子好了，那我就重新再加工，好，或是重新再加热。第3个，销毁，好，大概有这几个选项。所以呢，我们再复习一下，失控的产品你要隔离留置之后，转向其他的用途，或是呢再加工，或是丢弃或销毁。那这个是针对产品的部分。那针对原因我们要怎么做？好，针对原因要怎么做？针对原因的话呢，你要切记，因为呢，一定是呢，好，这个步骤没有做好而造成产品是不及格的。所以我们原因要找到，好，然后修正原因，防止再发生。例如说，我今天只是加热的步骤没有做好，好，加热步骤没有做好，那我可能就是呢，找到这个原因之后，修正我的一个加热设备，让下一批产品是重回控制的情况之下。所以呢，你要把 CCP 点给恢复控制，好，给恢复控制。所以呢，修正原因，防止再发生，好，这个是制程里面好造成矫正的一个情况，你的原因要这样子做。好，来举例来讲，好，举例来讲呢，我们的一个加工过程中呢，好，加热过程中，烹调是我们的 CCP 点，温度是我们的管制界限，但是加热温度过低的时候，而造成了这个产品可能是不及格的，好，这边这个范例是这样子。那这个情况我们就要知道说，因为加热的温度过低而造成的没有达到管制界限而生产出不安全的产品，
好，这个产品你就要想办法隔离留置之后，去选择它是要转向利用，还是呢再加工，还是丢弃或销毁。那这是针对产品，那原因你就是要矫正回来，让它呢可以达到我们加热的温度，好，加热的温度。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矫正的一个部分，好，矫正的部分，那一个简单的概念，好来，那我们再简单复习前面的一个课程，好 ，CCP 点，好，每个 CCP 点它都有它的一个管制界限，好，然后再针对这个管制界限建立它的矫正措施。那矫正蛮简单的，也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呢，你的目标就是产品跟原因，因为 HACCP 它只管产品的安全，好，不管它的一个营养、色泽、香味、口感，好，不管这一些，它只管安全，所以失控的情况之下，一定呢是造成了不安全产品，不安全产品你就要把它隔离开来。好，隔离开来。例如说呢，你可以用红色的篮筐，好，来盛装这个不安全的产品，或是集中在某个地方做放置，好，防止被误用。那之后呢，你可能是会有转向利用、再加工或丢弃或销毁。那造成失控的原因，你要找到是因为加热的设备，它可能效能不足，或是呢它已经就是有损坏，必须要修复。所以呢，你把它修复之后呢，你就可以确保你的下一批产品不会再发生不及格的，要达到防止再发生这个标准。以上的课程跟大家介绍到这边，好，谢谢大家。